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波比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。然后说实话，波比上单平时是有遇到过，但玩的人其实没那么多。终究还是现在版本热度太低了呀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好多博主已经开始放弃了，我不知道。就像那个有一个叫南哥的吧，就是的那个诺手的绝活哥，都已经有点放弃对方的泰坦打野是吧？不想被骚扰，但你不去管他，波比这边的话，反倒是限制了对方的一个打野速度，就过来恶心他。因为你波比前期你对线的话，去跟万豪对 A 的话，是打不太过他的。万豪还是太前期压制力还是蛮大的。那这样的话，三只小的都抢了，然后他刷那个还得慢慢刷，不能急。这里回来线上，兵线也没怎么亏啊。从一开始的断线。但有个点啊，断线得看对方打野是谁啊。如果对方打野是盲僧啊、佛爷哥这种前期很强势的打野啊，你就悠着点啊，别想着去说去要断兵线，或者说你明确了一下对方的位置以后，你再去断兵线都好过你要强行去断，知道吧？而且波比是有数值在的，他前期的 Q 技能还是蛮疼的。但是如果说你在放在对线上来说，你 Q 技能，你总不可能你去硬吃波比的二段 Q， 对不对？一般你吃到他第一下，只要不吃到波比的第二下 Q， 其实伤害就没那么疼。你看到没有？这边的话就利用有被动的平 A， 然后再加上 Q 技能去消耗对方。在二段 Q 想命中其实没那么容易，除非你 E 技能把它顶墙上。看到没有？顶墙上以后，大招敲一手，二段 Q 爆死。好了，利用优势啊，我完成了一次线杀。顶一下，闪现躲掉他的 W， 泰坦过来了，应该是要越他的，但对方兵线不是很理想。佛爷哥的话，这边是帮不到他，没办法。然后 TP 出来，顶墙上，先打残，看佛爷哥过不过来，往这边靠了，但对面的左叶这边靠，那就打不了了。如果2打1，佛爷哥如果就是2打2，佛爷哥如果满血状态还好，这种血量不是很佳，就不要去这样子去尝试2打2。2打1是吧？人家泰坦不走，留下来给你送人头，那另外一回事。波比的平 A 啊，就是你 A 掉，就是击败，就是平 A 出去能击败敌方单位的话，就是能反弹回来，只是不用去捡那个盾。上来啊，就跌不灭，看没有 A 一下，波比这个英雄，说实话就是数值在那摆的，但他不是那种线上特别强的英雄，他是前期有数值在摆在那，操作简单，然后有数值。第二点呢，就是他要去赢比赛，他还是得靠团战，利用大招啊让对方减员。波比不是那种很强势的英雄，但是呢，就是他的机制，他后期的机制啊，是有一定优势。你说他跟铁男比吧，铁男是完全依赖那个大招机制，
但波比的话，大招就算空了，他也是能利用说啊，主动找机会，闪现 E 定墙上，或者说 W 保护队友啊，去创造一定的优势。这里把人敲走啊，不让他吃这个炮兵。这样的话，他又漏了2个兵、3个兵。就把他锤走啊，然后你像这种利用大招，首先一个点，你吃了一层塔皮，让对方漏了1个炮车，起码3个小兵嘛，对吧？相当于你这样子的话，就是领先对方1个人头的优势。你可以看到这边波比那个嘛万豪 E 技能拉你，你就 E 技能 E 他，控制抵消。完了，这里闪现过来，E技能给稳定控制啊。这佛爷哥给大招砍空了，但没关系。而且波比这英雄很简单，定一下，哎呦，这里扛塔扛死了，没有，但对面也一丝血没死。赶紧走，龙王估计是得交闪现下来。哎，这边吃了个果子，对方的话也是先把星之钢给掏出来了。这种乱战。对面万豪其实有个点啊，你不清楚下面情况，不能这样跟闪下来。你们也是啊，无视野去跟闪，肯定是有问题的。而且还是在6分钟这个时间段，自家打野不在这边，肯定是对方打野在这边了。养了一个5-0的佛爷哥出来。这里第一件的话，他是先做日炎哦，没有先做这个星之钢。所以有个点啊，星之钢的优先级没那么高。这里的话，领先对方1件的。有了日炎这件装备啊，波比的推线能力啊，还有去刷资源的能力啊，就快了很多。野区全部吃掉，对面泰坦来了说：“哎呦，你这个狗东西！”然后这边的话故意给他勾，你知道吧？为了要叠一层钢，啊，主要还是要找人叠钢。哎，钢到了。而且波比的话有这个他的有个盾对吧？有个远程的平 A， 被动平 A， 就很舒服。不至于说像有一些英雄啊，他叠钢必须得贴在脸上。这里的话做一个鞋子，然后直接做推棒。如果你觉得不好打，你就老老实实做石像鬼板甲，不要逆风局你也去做这件，那不就是站不住脚，被人家秒吗？如果你打的挺顺的，但是感觉对方伤害还是有点高，那你就可以做一件可血战服，对吧？队友的输出能力也很好。这里定住，哎呦，差点把龙王还是把龙王给换了。
这上路啊，在那里蝗虫 PK。这里的话也是怕万豪一个蓄意轰拳啊，把这佛佑根秒了。我没想到两边打得有来有回，主要是对面是劣势，竟然敢越塔。不过万豪应该是能找到了一波机会才敢这么打，不然不会打的那么。对佛爷哥来说，这么大优势不至于打成这样子。对方又来给叠缸了。啊，好像没叠到，好像超出了那个距离，又叠不了，没叠到。这里的话被激活，看到没？他做这个推棒的话，他的那个坦度啊，其实会差一些。一旦被激活，波比是很难顶得住那伤害。然后现在也没有那个法抗，他还没做法抗。先做个小反甲。如果说你追不到人，或者说碰不到人，对面很会拉扯，那你就老老实实做一个死亡板甲，是吧？增加一下自己的移速。W 一开就猛猛吐他们脸上。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刚一手，这里啊 ，W 就是那个推棒往右啊，调整位置。然后一技能顶墙上。如果说你推棒不太行，那你就可以也不是一定要做推棒，也可以做那个叫什么狂风之力也行的，问题不大的。这里是一件法抗没有，这里闪现过来顶墙上，最后烫死了。像这种狭窄的地方，对于波比来说就很舒服。稍微调整一下角度，就是能把对方推墙上。还有就是利用这种野怪啊，如果说你有眼的话，比如说隔墙插个眼，然后野怪在对那个墙后面，你一技能能移到那个野怪或者小兵的话，也是可以穿墙。然后利用小兵的话，就是有点像亚索的味道了，拿来逃跑啊，或者说借助一段的位移。有时候追人的时候，你也不一定说一定要移到那个人身上啊。有时候你觉得你优势很大，是吧？你就是要一波随随便便开一波团战，你一个E小兵，然后拉到人家脸上开 W， 是吧？不让他交位移跑开。也是可以的，但这样的话很容易暴毙，就是不建议大家这样子去开。只不过你优势很大，是吧？你只是卖血的那一个，那没关系。这里特意去吃他的那个眩晕是吧？睡眠，完了，赶紧推棒赶紧拉开，最后还是逃不了。
这里的话，龙要刷新了，但打野打完龙，现在往这边赶，对方也没有碰龙，还行，那就转手接龙团就行。拿完龙是吧？先这边往大龙那边靠。这里的话就是不让他跑走的机会了，就是闪现过去，E技能往回推，去留人。这边绕了个大的后啊，但是应该是有眼，最后面有眼看到了，不然小火龙不会第一时间就是往后跑。但波比的话也是可以利用这种绕后，但波比的话，他就不能去单带，他单带优势不大，他真正就是强在打团的时候啊，它这作用很大。它 W 是能就是比如说像对面有梦魇啊、卡莎这些英雄的时候，关键时刻能用 W 帮那个自家 C 位挡一些伤害，然后去挡那个突进嘛。佛爷哥准备1打4捡个魂啊！佛甲打出来了。这边的话，你看没有？他优势就在这里面，他能在团战中就是不是说让人家掉人头啊，直接把人家送走。然后减员的情况下，就是永远都是能保证队友可以一个那个叫什么多打少的那种状态。这边的话，他是带的那个爆破，但左下角的推荐是推荐大家带这个壁垒，因为不一定你们能把爆破都打得出来效果。这边可以看到，人家是酒后哥玩是吧？对英雄理解是很到位的，但对于新手来说，带爆破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因为你对线都对不明白，你可能连人家塔都有时候碰都碰不到。后面的爆破收益肯定是没有前面有赏金塔的那个爆破收益高的啊。从收益来看啊，但如果从作用上来看，比如说你在后期带线的话，能快速推塔，这种作用肯定是，是有一点的，但跟前期收益比起来，因为前期你是最难获得金币的时候，到了中后期，你看野区是一大片也可以给你刷，你永远都是要打团，然后支援，然后刷经济，是吧？这种来回的过程中，这里的话，第一时间集火打那个布隆是不太好的，对方也是给金身，哎呦，就是摸不到啊。在 AP 泰坦其实还蛮肉的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并不脆。
哦，对面是有远古龙的，最后还是被烫死了。整体来看，就是波比的强度没有说特别好，还是偏向那种中流吧，是能拿出来玩，但前期有素质，但中后期反打能力不是特别强，不像那个叫什么塞恩啊，就只能说是塞恩的替位啊。替位的其中之一，顶替的意思啊，顶替位。像猴子上单，我觉得会比波比的强度会高上一些。波比上单的，对于喜欢玩肉的啊，这种纯肉的玩家。这里闪现上来顶，大招再留一下，进直接给出一枪，爆发的收割。这里要来了，龙王他这英雄终究还是兜底能力太强，这局这一波龙团的话，完全是依靠着这个龙王的那个大招啊。这里的话往这边跑 ，W 一开肯定能追到啊，一个 QA。哦，射手还被反秒。但问题不大，4推1啊，4个人推是能推掉的。左一清线清不了，他不属于那种很强势的那种丢技能的中单。那行，那第一局的话就到这了，后面还有局。整体来说一般，这英雄强度看起来是这样子啊，你们玩是怎么样子？那就另外一回事了。